在航空界一直有被俗称为客机从军的现象，包括预警机、加油机、反潜机等等特种飞机，大多数是由客机改装而来。比如 KC-135空中加油机、E3望楼预警机、E6通讯中继机、以色列费尔康预警机等等，都是由波音707平台改装而来。那么印度要用 A320改装成预警机，主要是有两大步骤：一是对客机的外形、气动布局和舱内功能分区的改造；二则是各项预警系统及雷达等的集成安装。在客机改装上，因为印度目前还不具备完成改装任务的能力，因此他还邀请空客公司来支援。客机改装成预警机，需要在机身上加装雷达以及各种电子设备天线，会引起飞机气动性能发生重大改变，使飞机的可操纵性和稳定性变差。因此 A320的机体结构需要进行适度的修形，调整结构重心，增强了稳定性和安全性。比如空客公司需要根据印度的需求，确定加装雷达的大小、加装的位置等等，以保持预警机整体平衡。此外，在大量增加的雷达电子设备的情况下，预警机需要显著增强供电、液压和冷却系统，因为机载预警机雷达是用电大户，而其电力来源就是飞机发动机带动的发电机。发电机的供电能力越大，越有利于提高雷达的功率。在完成第一步之后，印度才能在 A320上安装雷达等设备。据印度媒体的报道，所采用的预警雷达呢，将是印度天空之眼预警雷达的升级版，不仅可以实现360度全向搜索，雷达也升级为更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。但是天空之眼预警机雷达外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平衡木，采用背靠背的两个扇面，各扫描120度的范围，总共能够扫描240度范围，在机头和机尾分别有60度的盲区。因此有分析认为，印度新预警机的预警雷达更可能采用常见的圆盘状天线罩，以达到360度全向搜索。除了加装相控阵雷达以外呢，印度还将在新预警机上集成辅助监视雷达、超视距数据链、卫星通信系统、敌我识别系统、电子和通信对抗系统等等。对于印度新预警机的性能，因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据，但是从它的核心设备预警雷达能够做出大致的判断。它采用的是天空之眼预警机雷达改进型，而天空之眼预警机雷达工作在 C 波段，其最大的探测距离为375千米，对战斗机有效探测距离为250千米，对水面舰艇有效探测距离为280千米，对低空巡航导弹的探测距离为100千米左右。最多可同时跟踪200个目标。就性能指标来说呢，算不上太先进，即使以此为基础进行改进，性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。但是 A320飞机的飞行距离达到5280千米，比印度现有预警机的3700千米左右有了不少的提升。总体来看，这款新型预警机何时能服役，未来对提升印度预警能力有多少帮助，仍有待观察。实际上，经过多年努力，印度空军已出具立体预警体系，以预警机为基础的空对空预警，以空中侦察机为主体的空对地预警，以地面防空网为骨干的地对空预警。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表示，预警机是一个很特殊的军事平台，它不像别的飞机或者像搭积木一样，通过几个模块就可以拼起来，而是由多个分系统组成，系统集成极为关键。印度在发展预警机过程中，采取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方式，特别是注重发挥本国信息产业优势，独立进行电子设备分系统的开发，这本无可厚非。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实力，最关键的架构设计仍由外国负责。印度实际进行的只是软件代工，因而没有较好解决平台系统集成问题。印度本身就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，首先，先进的雷达和电子系统，它本国缺乏能力制造。而大型的飞机呢，印度本身也没有能力制造，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印度很多的关键系统都得采用买的方式。那过去在研制过程中呢，印度曾经用过小飞机背大雷达，结果呢，研制没有完成就出现了坠毁。那现在呢，印度希望呢，在这项工作上能够取得新的进展，但问题的本质没有改变。印度呢，大飞机和它的电子系统虽然有所长进，特别在电子系统方面，但是这些系统结合在一起之后的整体设计非常困难，很容易出现互相不匹配、互相干扰，或者真正的效能无法充分发挥的问题。